天，娱乐圈被一则消息彻底点燃，王一博在化妆间遭遇性骚扰。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肇事者竟然并不是圈内人士，而是一位长期跟踪他的私生饭。这名女子通过伪装成工作人员的方式，成功混入后台，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闯入王一博的化妆间。消息一经曝光，瞬间引爆全网，无数粉丝愤怒、担忧，舆论如同炸开的火山，迅速蔓延开来。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？首先，王一博作为顶流明星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，而化妆间本应是一个安全、私密的空间，却被陌生人闯入，这本身就意味着安全体系的严重漏洞。其次，事件的性质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追星越界，它涉及到性骚扰，涉及到明星的基本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。这不仅仅是娱乐八卦，而是赤裸裸的社会问题。王一博的粉丝群体遍布全球，当他们得知偶像受到侵犯时，心情无疑是愤怒而复杂的。愤怒的是肇事者的行为极端且恶劣，复杂的是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，在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，明星们所面临的危险远比公众想象的要多。这起事件像是一记当头棒喝，不仅提醒了粉丝和大众，也让整个娱乐圈不得不重新审视所谓的追星文化，到底在何时已经被极端行为侵蚀成了一种失控的疯狂。在娱乐圈中，私生饭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却又难以根治的存在。所谓私生饭，指的是那些不满足于公开场合追星，而是通过极端手段窥探、跟踪甚至侵入明星私人生活的粉丝。他们往往自以为是真爱，却在实际行动中早已越过了尊重与道德的界限。这一次王一博化妆间被闯入的事件，便是私生饭疯狂行为的一个赤裸例证。为什么私生饭会如此疯狂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，他们把明星当成了属于自己的人。他们无法区分喜欢和占有的差别，总想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证明自己与偶像的亲密。久而久之，理智被欲望侵蚀，他们不惜冒充工作人员，花费巨额金钱跟踪航班，甚至日夜蹲守在明星的家门口。这些行为看似痴迷，实则带着强烈的侵犯性与控制欲。更可怕的是，私生饭的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。正常的粉丝会通过演唱会、签售会等正规渠道表达喜爱，但私生饭选择的是暗地里的渗透，他们会寻找明星行程表，买通内部人员，甚至利用假证件混入工作团队。此次事件中，那位假冒工作人员的私生饭正是抓住了管理漏洞，才得以进入化妆间。这不仅让人毛骨悚然，也让外界看清了私生饭已经发展成一种病态文化。这类越界行为不只是对王一博个人的伤害，更是对整个娱乐行业的威胁。明星们在台上光鲜亮丽，但他们同样是普通人，需要空间与安全感。一旦这种疯狂的越界不被制止，最终受害的将不仅仅是明星本人，还包括整个行业的秩序与健康。因此，王一博被骚扰的事件不仅是一件单独的丑闻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娱乐圈中被长期忽视的问题。私生饭早已不是单纯的过激粉丝，而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与个人安全的社会现象。王一博这个名字早已超越了普通明星的范畴，他是当今华语娱乐圈乃至亚洲范围内最炙手可热的顶流之一。从歌手、演员到赛车手，他几乎是全能偶像的代名词。无数年轻人将他视作榜样，无数品牌争相邀请他代言，媒体和社交平台更是时时刻刻追踪他的动态。然而，巨大的流量与光环背后，也伴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。在娱乐圈，人气常常意味着曝光，曝光度越高，意味着被更多人喜爱，但同时也更容易被盯上。王一博的人气正是如此，他的粉丝数量庞大，几乎覆盖各个年龄层，但其中总会混杂着少数极端个体，私生饭。对于这些人而言，越是火爆的明星，越具有征服价值。正因如此，王一博几乎成为了私生饭的头号目标。
这种代价不仅仅是生活隐私的丧失，王一博的日常出行几乎都被人监视，他的行程一旦泄露，机场、酒店就会瞬间被粉丝包围。长此以往，他不得不依赖安保团队的保护，但即便如此，依旧难以避免漏洞。比如这次化妆间被闯入的事件，就清晰地说明，即使有再完善的安保，也难以应对内外夹击的情况。更深层次的代价在于心理压力。王一博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冷静、克制，甚至略显寡言，但在光鲜的外表背后，他是否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与不安？当自己的私人空间被侵犯，甚至面临性骚扰的风险时，那种无力与愤怒，绝不是几句公开声明就能化解的。人气带来荣耀，也带来枷锁。王一博被 Millions 粉丝深爱，但他个人的自由与安全却常常成为这份爱的代价。这正是顶流明星的最大矛盾，被人追捧到顶点，却同时被剥夺了最基本的隐私与安全感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化妆间也许只是一个临时整理仪容的地方，但对于明星而言，化妆间却是舞台前最后的一道心理屏障。这是他们卸下伪装，准备登台的私密空间，也是最不希望被打扰的场所。然而，这一次王一博化妆间被闯入的事件，却让人清晰地看到，连这样一方本该属于安全区的地方，也可能成为危险发生的舞台。化妆间之所以特殊，在于它承载了明星们的心理调试。在台前，他们必须光鲜亮丽，能量满满；而在后台，他们往往需要安静的空间来恢复体力，集中精神。可以说，化妆间不仅仅是补妆的地方，更是明星心灵的避风港。一旦这个避风港被侵犯，造成的伤害会成倍放大。试想，当王一博在准备登台前，却突然面对一个陌生人闯入，甚至遭遇到性骚扰的行为，这不仅会打乱他的心理节奏，更可能造成长远的阴影。因为这意味着他无法再100%信任自己的工作环境，连最亲密的后台空间都可能不再安全。这样的打击远比公众想象的要深刻。化妆间被闯入的事件同时揭示了一个问题，在明星工作场所的安保体系中，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往往就是后台。人们习惯性地将注意力放在机场、酒店这些公开场所，却忽略了在工作流程中同样存在风险。化妆间的安保往往依赖于工作人员的身份核查，但只要有人伪装得足够逼真，就很容易钻空子。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件会引发如此大的震动。它让人们意识到，明星并不是生活在坚固堡垒里，他们的脆弱一面恰恰在这种不设防的环境中被暴露无遗。而化妆间的失守更像是一种象征，提醒我们，即便是最光鲜的舞台背后，也可能暗藏危机。这起事件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，就是私生饭居然能够成功冒充工作人员，混入王一博的化妆间。这背后不仅是一个人的疯狂行为，更是整个安保体系的漏洞被彻底暴露。要理解其中的危险，就必须分析这些假冒手段的隐蔽性与高明之处。首先，私生饭往往会通过长期跟踪和信息收集，掌握明星工作团队的运行模式。他们会提前打探王一博当天的活动安排、后台通道位置，甚至有人会伪造工作证件，模仿工作人员的穿着打扮。对于外人而言，这些细节微不足道，但对于真正疯狂的私生饭来说，却是潜入的关键。其次，娱乐行业的后台环境本就复杂，演出、录制现场人员众多，临时工、场务、助理、保安交织在一起，身份核查往往难以做到逐一严格把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有人神态自然、动作熟练，就很可能被当作自己人放行。那位冒充工作人员的私生饭，正是利用了这种管理漏洞，才有机会堂而皇之地走进王一博的化妆间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行为并非个例。过去就曾多次传出有粉丝混进酒店、机场贵宾室，甚至直接坐上明星的专车。这些看似离奇的事件，其实都是私生饭通过细致观察与冒险尝试达成的。
换句话说，一旦明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面对的可能不仅是骚扰，还有身